今天喷山钻孔终于让光秃的石壁有了一丝生机。后院的山崖庇护所经过打造，已经来到了半山腰。这里刚好有一条能勉强过人的石层带，石层是属于比较坚硬且不易风化的页岩岩石，从左侧一直延伸至右侧。大自然鬼斧神工，就像是特意为山崖预备的一道守护屏障。顺着这条页岩石层的分布规律，把松动的风化石排查干净，石层与石层之间相互交错。遇到硬度较差的风化土，垫镐就能轻松剥离；而遇到硬度比较强的岩石，就只能分割成一块一块的。随着松动的页岩落石不断的清理，山腰这层页岩断裂带也渐渐清晰。这是一条长度接近14米，横跨了整个后院山崖的天然屏障，受石层条件限制，宽度从80到1.3米不等。冲洗干净后，石层的表面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。然而，看似坚固无比的外表，却经不起岁月的考验。为了一劳永逸，还是决定利用特殊的材料对石层表面进行加固处理。可能有的云股东会觉得这样加固因小失大，没了石壁的原始质感。不可否认，这样的石层结构并没有垮塌的风险。喷涂材料的目的也并非为了改变它的本质，而是为了保护石层的表面不被风化侵蚀。回想之前用这样的岩石做的石桌，结果短短2个月不到就因风化而变形了。这才是石壁最让我担心的地方，10米多的落差，哪怕风化脱落一小块，掉下来的伤害也是不可估量的。这才有了对山崖加固的决心。与前院相接的流水瀑布这段，此前加固没有机器，是用涂抹的方式，导致成型后的表面过于平整。当时调配色料的比例也没参考，最终呈现的颜色也是各有差异。这次也用喷涂的方式进行补救，喷涂后的表面不仅有了颗粒感，同时也让山崖的颜色得到了统一。凝固还需要几天的时间，今天我们先去市场选一些适合种在石壁的植物，为了实现荒漠感的景观效果，还是延续沙生植物种类。今天意外的惊喜，终于在市场上碰到了一条五黑狗。它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给你们看一下，除了牙齿以外，全都是黑了。快来帮我一下，你在干嘛呀？还在看？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为什么就手机买了回点血？那你上转转卖呀！我落灰了很久的小米14放转转上还卖了2000多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原来转转不只是手机，就连 LV 包、网球拍、笔记本都可以回收，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打包，通通带走，特别方便。总之听我的，想快速回收换钱，放心去转转就对了。我看你这么多植物怎么种到石壁上去？这方面我还是有经验的。受导轨长度的限制，机器钻孔的深度就只有30厘米左右，转孔器的直径是160的规格。虽然沙生植物对土壤要求并不高，但是这样的大小对于沙生植物来说还是过于具体，在不拆卸导轨的情况下，钻的孔洞也是有局限性的。为了减少拆卸导轨带来的麻烦，一次定位就同时钻了2个孔相邻，并且钻好的圆孔又用垫镐进行了调整，修理后的洞口也变得更大，这样既增加了储存泥土的土量，种植物的时候也更方便。就这样，在蒙蒙细雨的助兴下，时间悄然流逝，而山崖的石壁上的洞孔也随之变得清晰可辨。刚钻好的孔还有太多的泥浆，种植物之前要先冲洗干净，水枪的压力已经远超雨水的威力。加固后的页岩石层随便怎么冲洗也不会有风化石脱落了，以后遇到下雨天流下来的水也是没有泥沙的。如何把植物搬运到山腰的石壁上也是个问题，小颗的还好，稍微大一点的就有点困难了。不仅是因为植物全身都带有暗气，还要面临陡峭的山崖带来的阻碍。为了稳当，每棵植物在种之前都要先在对应的石壁上打上一颗膨胀，再将带皮的线缆缠绕在膨胀上作为锚点。也只有做好了这些前置准备，才敢将植物种下。接近2米的高度，如果没有锚点受力，就有太多种可能了。针对生长比较快且叶展宽的，就是独占一坑。而有的生长缓慢的就2颗或者多颗拼在一起。14米长度的山崖断裂带钻了17个坑位，而种的沙生植物也是各有不同，但无论是高的还是矮的，都是自带有攻击性的防御武器。最后表面再铺上火山石，避免下雨泥土被冲走。经过这次打造，山崖石壁不仅得到了有效的加固，半山腰的地方还多了一条安全隔离带，最重要也让光秃的石壁增添了生机。现在山崖石壁的颜色也是得到了统一，院子距离想要的荒漠感效果也是越来越接近。等石壁上再生长一些苔藓，自然的原始风貌终将会慢慢呈现。就是清理下来的风化石有点让我上头。